明明和他一起上了飞机，他还给我剥了香蕉。可所有人都说我从来没有过男朋友，最后我被关进精神病院，被病友活活打死。婉宁，发什么呆呢？登记时间到了，咱们赶紧去检票吧。我重生了，回到了带他回家见父母的这天。上一世的悲剧，我绝不能再重演。上一世我过年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飞机起飞后，我上了个厕所，可出来却发现邻座的男友不见了。我找来空姐，空姐说我就是一个人登机的。我询问乘客，乘客也说没看到我旁边有过人。可我分明就是跟我男朋友一起上的飞机啊！他刚刚还给我包了根香蕉，说等我上完厕所就出来吃的，怎么可能突然不见了？我看着座位上已经包好的香蕉，强烈要求检查行李舱和驾驶舱。在我的场望下，飞机被迫降落在附近的机场。机场的民警上飞机检查，里里外外搜了个遍，都没找到我男朋友，甚至根本查不到我男朋友这个人。他们询问我父母，父母却说我一直单身，根本没谈过男朋友。最终我被关进精神病院，在里面被病友活活打死。再睁眼，我又回到了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这天。婉宁，你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是不是不舒服？要不我们别坐这趟飞机了吧？改签或者坐高铁都行。说什么傻话呢？现在是春运，哪还有票？这机票都是我们抢了3天才抢到的，要是退了，我们可就回不了家了。是啊，改签和换乘都不现实。回想上一世的种种，我到现在都一头雾水。我想不通，为什么周明泽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会突然在飞机飞行中途消失不见？上一世没人能证明他上过飞机，这一世我要留下所有证据。想到这，我立马掏出手机，一边挽着周明泽检票，一边对着我俩疯狂拍照。从检票到上飞机，再到坐上座位，机舱门关闭，我全程记录，然后发了一条9宫格的合照到朋友圈，并配文已登机，带男朋友回家了。朋友圈一发出，立马收获了许多人的点赞和祝福。开甜了，祝99！哇，总算要见家长了，恭喜恭喜啊！一路平安，我已经等不及要喝喜酒了。为了确保万一，我还特意跟周明泽一起拿着登机牌拍了张合照，然后发到家族群里。爸妈，我和明泽已经坐上飞机了，3小时后落地。总算要见到我们未来的女婿了，我跟你爸已经买好了菜，就等你们回家了。傻丫头，别紧张，我一定会让爸妈满意的。看到我妈的回复和朋友圈里几10条的祝福评论，我总算松了口气。这下总不会再有人说我根本没男朋友了吧？飞机起飞时，空姐让大家把手机调至飞行模式，然后开始分发饮料。轮到我这边时，空姐张琳跟上一世一样，因为被其他乘客撞了一下，不小心洒了点橙汁在我身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事的，我给我女朋友擦擦就好。你男朋友真体贴。我死死盯着张琳，上一世她也是这么亲口夸赞过我男友。可当周明泽消失不见后，我询问他有没有见到我男朋友，他却一脸茫然地说：这位乘客，你是不是记错了？我明明看到你是一个人登机的呀。为了防止张琳再度改口，我立马抓住她的手，笑着请求道：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个忙？什么忙？今天是我第一次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我想好好记录下这次的旅程，能不能邀请你跟我们俩一起合个照，就当给我们留个纪念？当然可以。说完，我和周明泽跟张琳一起拍了张合照，我将照片仔细保存，然后转头看向了过道旁一个年近70、名叫李正民的老爷爷。他的座位离我们最近，上一世他放行李箱的时候体力不支，差点摔倒，还是周明泽及时扶住他，帮他把行李放好的。当时他还对着周明泽连连道谢。所以我在询问乘客有没有见过周明泽时，第一个问的就是他，可他却笃定地说，我旁边的座位一直是空着的，根本没人坐过。为了加深他对周明泽的印象，我上前询问道：爷爷你好，我想问下，你觉得我男朋友长得怎么样？我爸妈还没见过他，我有点紧张。你爸妈肯定会满意的。听到他的回答，我道了声谢，陷入了深思。李正民和张琳的反应都非常自然，无论是语气还是眼神，都没有任何排斥或者闪躲的意思。那问题出在哪？为什么上一世他们会在见过周明泽之后，又斩钉截铁地说根本没见过？为了将周明泽的存在感拉到最高，我拉着周明泽一起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抱歉，打扰各位几分钟。今天是我带男朋友第一次回家见父母的重要日子，我们恋爱3年。准备在见完家长后就订婚，能在万米高空和各位同行，也是特别的缘分。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给我们一点祝福，可以吗？恭喜啊！祝你们永远幸福。小两口感情真好，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周明泽脸颊通红的跟大家一一道谢后，连忙拉着我坐下，然后不解道：婉宁，你今天怎么回事？突然这么高调，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就是太害怕失去你了。现在整个飞机上的都是我们的见证人，我就不信还能出什么问题。傻瓜，我这么爱你，怎么舍得让你失去我呢？你是不是想到马上要带我见到家长，
太紧张了。为了缓解我的焦虑，他从行李袋里拿出我最爱吃的香蕉。别瞎想，吃点东西，还有1个多小时飞机才落地呢。我看着他喂过来的香蕉，微微一顿。上一世就是这个时候，我因为尿急去了趟厕所，再回来，周明泽就不见了，只剩下这根剥好了皮的香蕉。此刻，我虽然也感受到了尿意，却再也不敢去厕所了。从现在开始，你一步都不能离开我的视线。好好好，我一步都不离开你。话音刚落，飞机突然剧烈颠簸了起来。各位乘客请注意，飞机遇到强气流，会有短暂颠簸，请系好安全带，抓紧扶手，不要离开座位。伴随着广播的响起，飞机颠簸得更严重了，就连飞机里的灯光都开始不停闪烁，甚至直接陷入了片刻的黑暗。所有人都死死抓着座位两旁的扶手，一动不敢动。2秒钟后，灯光亮起，飞机也重新恢复了平稳。我惊魂未定，第一反应是紧紧抓住身边的手臂，可伸手却摸了个空。我猛地转头，只见周明泽的座位空空如也，周明泽不见了。明明他刚刚还在抓着我的手啊，怎么才一眨眼的功夫他就不见了？明泽，你在哪？乘务员，乘务员，怎么了？我男朋友不见了。刚才飞机颠簸的时候他还在，可是灯一黑他就不见了。这位女士，你是不是记错了？我们只看到你一个人登机，没看到过你男朋友啊。又来了，又是这样茫然困惑的表情，又是这个如出一辙的回答。你怎么可能没见过我男朋友？你刚刚还跟他合照。话音未落，我猛地呆住了，因为我和周明泽刚跟张琳一起拍的合照不见了，就连我朋友圈的9宫格合照，以及我发在家族群里的信息和照片，也全都消失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位女士，我不知道你说的合照是什么，但我真的没见过你口中的男朋友。现在飞机正在飞行，请您坐回座位，系好安全带。爷爷，你刚刚看到我男朋友了，对不对？你还夸他长得帅气，说我爸妈肯定会对他很满意。小姑娘，你在说什么啊？我什么时候夸过你男朋友了？我连见都没见过他。从上飞机到现在，我就看你一个人坐这儿，旁边这个位子一直是空着的，根本没人坐过。这怎么可能？你刚刚明明亲口夸过他的，我男朋友一直跟我在一起，你不可能没见过。小姑娘，我也记得你刚刚就是一个人上的飞机啊，哪来的男朋友？你是不是被颠簸吓到了，精神错乱产生幻觉了？刚刚飞机上一直很安静，哪有人说什么祝福？看着那一双双充满质疑的眼，我万分不解。你们刚才都给我和我男朋友鼓掌祝福，说出我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的，你们都忘了？闻言，众人纷纷茫然摇头。祝福？没有啊，刚刚飞机上一直很安静啊，哪有人说什么祝福？小姑娘，我看你脸色不太好，要不你坐下来好好休息休息。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神情自然，目光坦荡，仿佛刚刚鼓掌祝福我和周明泽的事从未发生。但这怎么可能？那些事，那些画面，我记得清清楚楚，不可能有错。可周明泽一个活生生的人，为什么会消失在万米高空？为什么所有人都统一口径说没见过他？为什么我手机里的照片全部不见了？周明泽，你到底在哪里啊？女士，你现在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其他乘客，请你立刻回到自己的座位，保持安静。不，我男朋友不见了，我一定要找到他。在我的不断吵闹中，飞机被迫降落在了附近的机场。舱门一开，几个机场民警从外面走了进来。张琳第一时间上前，指着我对领头的队长吴雄说：“就是这个人，明明是一个人登机的，非得说自己有个男朋友消失在飞机上了，还不听劝阻，在飞机上闹事，干扰其他乘客。”我不想又被送进精神病院，所以尽量保持情绪平稳的开口：“警官，我没有闹事，我在找我男朋友，他叫周明泽，他确实跟我一起上了飞机。”可现在却不见了，他现在肯定还在飞机上，我求求你们帮我找找他。在我的不断恳求下，吴队长最终还是同意帮我搜索飞机。他们检查得很仔细，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周明泽。吴队长神色严谨地打量了我一眼：“我们已经里里外外搜了3遍，就连所有乘客的行李箱都一一查看了，并没有找到你口中的男朋友。一个好端端的活人是不可能消失在飞机上的。你确定他真的跟你一起上了飞机？”“我确定，我把跟他一起登机的所有过程都拍了照片，发了朋友圈，也发到我家族群里。虽然那些动态和记录都不见了，可我爸妈和我朋友他们都看到过。”“您好，请问是沈婉宁的父母吗？请问你们有没有看到沈婉宁发在家族群里的合照？她带男朋友回家见你们。”“什么照片？我没看到过啊！而且我女儿一直单身，从来就没谈过男朋友啊！”“妈，你在说什么？你不是知道我跟周明泽恋爱3年吗？”“为什么我妈依旧和上一世一样否认我的恋情？幸好我发了朋友圈，我朋友可以作证，我发过朋友圈的，他们都知道我今天跟男朋友一起登机，要带他回家见家长。”吴队长又根据我给的信息联系那些之前在我朋友圈下面评论的好友，可得到的回复却口径一致。“什么朋友圈？我没看到过啊！婉宁可是我们圈子里出了名的母胎单身，她怎么可能有男朋友？”
我跟她从小就认识，压根就没听说过她有男朋友的事，更别说发朋友圈秀恩爱了，这根本不可能啊！无论吴队长问谁，得到的答案都是从来没看到过我的朋友圈，更认定我压根没有男朋友。可是我明明看到，我发完朋友圈后，他们一个个在我的照片下面评论祝福啊，这到底怎么回事？看来这人就是脑子有问题，臆想出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男朋友，还在飞机上大吵大闹。对啊，连他爸妈和朋友都亲口承认，他压根儿就没有男朋友，更没看到过什么朋友圈照片，他怎么好意思在飞机上大呼小叫的找男朋友？真是晦气！大过年的，我还赶着回家呢，结果碰到了这么个精神病，严重耽误了我的行程。赶紧把这个精神病关进精神病院吧，别再让他出来害人了。把他送去精神院做个检查吧。不可能，这不可能！闻言，两位民警立马上前，一左一右架着我，准备将我带离现场。我被他们拖着，顿时陷入绝望。难道这一切真的是我臆想出来的？难道周明泽真的不存在？就在我自我怀疑时，李正民突然焦急地对张琳道：“张小姐，请问飞机什么时候能再次起飞啊？吴队长，你赶紧把这小姑娘带走吧，我有台紧急手术等着我跨省去做，实在耽误不起呀。”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医生？对呀，怎么了？我知道我男朋友在哪儿了。这一刻，我无比凌乱的大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原来真相一直就在眼前，一切竟然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残忍。怎么回事？你男朋友在哪？他就在飞机上。沈婉宁，你别胡闹了！我的人刚刚里里外外把这架飞机搜了不下3遍，驾驶舱、行李舱、厕所、座位底下，连乘客的行李箱都一一打开翻看了，根本就没有你男朋友的踪迹。他要是在飞机上，我们怎么可能找不到？就是啊，警察都找了这么多遍了，要是你男朋友真在飞机上，怎么可能找不到？我看他就是又犯病了，在这胡说八道。别听他胡说八道，拖延时间了，我还急着回家赶晚饭呢，赶紧把这个神经病带走吧。现场怨声载道，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不耐烦。这位女士，飞机上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配合警方仔细查找过了，确实没有你口中的男朋友，而且你家人和你朋友也证实了，你根本就没有男朋友。我们的飞机已经因为你的个人原因耽误1个小时了，你也看到了，大家都赶时间呢。麻烦你接受现实，配合警方的安排，不要再影响我们的飞机重新起飞了，行吗？接受现实？什么是现实？是他们众口一词的否定？是那些莫名消失的照片？还是突然在飞机上人间蒸发的周明泽？不，那些都不是现实。现实是我拍了照，是我发了朋友圈，是我爸妈和朋友都回复了那些照片和动态，是我跟周明泽真真切切在一起谈了3年，是他跟我一起登了机，是他当着我的面突然不见了，这个才是现实。所以我才更要揭穿真相。我先给你们讲个故事吧。闻言，吴队长愣了一下：“你疯了吧？大家都赶时间呢，哪有功夫听你在这讲故事？就是精神病的故事，我可不感兴趣。你赶紧去医院看看脑子吧，别在这害人了。”吴队长，你赶紧把这小姑娘带走吧，我那台手术的病人等不及了，可别让他耽误飞机重新起飞啊！看着李正民那一脸焦急的模样，我笑了。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急着要走，可我偏偏不能让他这么快如意。就几分钟，如果我说完，你还要抓我去医院做检查，我绝无二话。这跟你男朋友在哪儿有什么关系吗？当然，听完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你说。我和周明泽是在一个雨夜认识的。那天我加班到很晚，出来时下起了特大暴雨，我打不到车，伞也被风吹坏了，只能躲在公司门口的屋檐下等雨停。正当我等得又冷又饿，非常无助时，周明泽出现了。他撑着一把很大的黑伞，路过时看到我，脚步顿了顿。我以为他会像其他人一样径直走过，但他没有。他走过来，礼貌问我是不是没带伞。他的声音很好听，温和又有磁性。但我一向不喜欢跟陌生人交谈，所以我当时警惕地撇过头，没怎么理他。他笑了笑，也没强求，只是把伞塞到我手里，说雨大，别感冒了。说完，他就自己冒雨跑了。夜色大雨下，他湿透了的背影深深刻在了我眼里。那把伞我一直留着，后来才知道，那天他自己淋雨回去，第2天就严重发烧了。再后来，我们很有缘分的又在同一个项目里遇到了。他是甲方派来的技术支持，沉稳专业，和我之前印象中那个有点傻气的送伞好人不太一样。我们合作的很默契。项目结束后，他约我吃饭，说是庆祝合作成功。从那以后，我们就慢慢走到了一起。我胃不好，饮食稍不注意就会疼。他知道后，一个从来没下过厨房的人，硬是买了好几本食谱，
照着视频一点点学。第一次给我做菜，不是盐放多了，就是油放少了，糊了锅，还把他的手烫起了好几个泡。那天他一脸苦恼，不是因为自己的手受伤了，而是担心自己饿到了我。后来他的手艺越来越好，这3年来，只要他在，我的一日3餐就雷打不动的都是他做。我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会失眠，脾气也不好，他总是耐心的陪着我，听我唠叨，给我按摩，孜孜不倦的陪我一起解决工作上的难题。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自己有点麻烦，可他总说我就是喜欢你麻烦我，这样我才会觉得自己这个男朋友有点用。他说我的烦恼就是他的烦恼，我的快乐就是他的快乐，看到我开心了，他比任何人都满足。他记得我所有的喜好和习惯，知道我喝咖啡不加糖，只加一点奶，所以无论到哪都会给我带瓶奶。你们真的觉得这一切的一切是我一个人的臆想吗？那些记忆，那些片段，那些点点滴滴的细节，真的是我能凭空捏造出来的吗？现场陷入了片刻的沉默。几秒后，吴队长身后的几个民警纷纷低声呢喃道：“看他这样，确实不像是在胡编乱造啊，很多细节听上去就像是真实发生过的。而且他那一脸怀念的样子也很真。可要是真的，那她男朋友人呢？不可能真的凭空消失吧？”对啊，整个飞机我们刚刚都亲自找遍了啊！民警们纷纷动摇，但乘客们却仍旧一脸笃定。我从上飞机到现在，一直坐在他后面，从头到尾就没看到过他旁边有人。我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男朋友，反正我可以确定，他就是一个人上的飞机，中途没有任何人跟他交流。对，我也记得他根本就没有同行的人。编故事谁不会？精神病最会编了。说的再感人有什么用？证据呢？人证物证呢？就是耽误大家这么多时间，就为了听他在这煽情。沈婉宁，你的故事很真切，但是办案讲究证据。就目前而言，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周明泽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于这架航班上，甚至可能不存在于你的现实生活记录里。你父母和你朋友的证词你也听到了，他们都非常笃定地说，你根本就没有谈恋爱。而且我仔细调查过了，你爸妈、朋友跟你的关系都不错，没理由撒谎。是啊，我父母只有我这一个女儿，他们从小对我视若珍宝。我稍微皱一下眉头，他们都能急得手足无措。所以上一世我也怎么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么疼我爱我的他们，明明知道我马上就要带男朋友回家了，却要说我根本就没有男朋友。这一世情景重现，不仅我爸妈在看完我和周明泽的合照之后说我没有男朋友，就连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都在看完我朋友圈祝福完我和周明泽后，还一口咬定我就是个母胎单身。我爸妈跟我朋友之间没什么交集，他们肯定没有提前串通好的可能。而且那些在朋友圈祝福过我的朋友，他们都是我多年的知心好友，他们不可能骗我，更没理由故意撒谎跟我对着来。所以之前我怎么都想不通，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可现在我知道了，我什么都知道了。你说的对，我爸妈没有撒谎，我朋友他们说的也都是实话。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爸妈和你朋友他们可都一口咬定你没有男朋友的。你刚刚长篇大论，我就是想表达你有男朋友，并且你男朋友还跟你一起上了飞机吗？如果他们说的是实话，那意思是你在撒谎。我说的话句句属实，没一句谎话。神经病，他就是个实打实的神经病。一边说别人说的是实话，一边又说自己没撒谎，这两边的话完全是截然相反的，肯定有人在骗人啊！就是听这种疯子编故事，浪费时间干嘛？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吴队长，赶紧把这个脑子有问题的人抓去精神病院吧，我真是受不了了。不仅现场乘客怨声载道，就连刚刚还有点相信我的民警们都纷纷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小姑娘，你现在的症状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和臆想症，说话前后矛盾，模糊不清，还十分的固执己见。你现在已经病得很重了，趁时间还来得及，赶紧跟吴队长去医院看看吧。再耽误下去，对你和我们这些赶路的乘客都没好处。李正民显然是急坏了，恨不得我立马就被抓进精神病院，但他越这样，我就越觉得可笑。李医生，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你刚刚说你有台紧急手术需要你跨省去做，你能说出是什么手术，在哪个医院做，患者是什么情况吗？闻言，李正民微微一愣，显然没想到我会突然问他这个问题。李先生，这是你的个人隐私，如果你不想回答的话，可以不回答。张小姐说的没错，这是我的个人隐私。
我凭什么跟你说？你是不想说，还是不敢说？你这话什么意思？一场手术而已，我有什么不敢说的？我只是不想跟你这种精神有问题的人说太多。你但凡有点良知，就赶紧去医院治治脑子，别在这儿影响大家的行程。就是啊，你一个精神病，问别人的隐私做什么？春运期间，大家本来就都急着回家，你在这儿没完没了的影响别人，你觉得自己很对吗？越看他越恶心，在飞机上胡闹就算了，现在飞机都被他害得逼停了，他还要让大家一起在这儿看他发疯。沈小姐，如果你觉得你爸妈和你朋友说的对的话，那就代表你那个虚构的男朋友确确实实不在我们飞机上，因为你的原因，我们已经耽误太多时间了。如果没其他问题的话，我们准备重新起飞了。你尽快听从吴队长的安排，去医院看看吧。张琳的职业素养确实很强，即便是在这种时候，他对我说话的语气也非常客气。但很可惜，我看出了他眼底隐藏着的急迫。我直视着他，淡淡道：“你是急着想让飞机重新起飞，还是急着想在精神病院要了我的命？”我的话让吴队长脸色一变，现场乘客更是纷纷倒吸了一口凉气。张琳瞪大双眼，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你胡说什么？什么医院？什么要你的命？我根本就听不懂。”张琳，别装了，你们的计划我都知道了。沈小姐，请你注意你的言辞。什么叫我们的计划？什么叫要你的命？你这是在恶意污蔑。吴队长，你都听到了，沈小姐不仅是个精神病患者，臆想出了一个不存在的男朋友，现在还当众污蔑我，这种人太可怕了。我要求什么？要求吴队长立刻把我带走，好让你们的计划顺利进行。沈婉宁，你这话到底什么意思？什么计划？什么要你命？你把话说清楚。吴队长，这种人的话毫无逻辑，断不可信啊！沈婉宁，你到底知道了些什么？吴队长，你去好好查查李医生和张小姐之间的关系，就能知道了。沈小姐，我跟李先生不过就是普通的空乘和乘客之间的关系，有什么好查的？你为什么一定要想方设法在这拖延时间？就是现在大家因为你口中那个凭空消失的男朋友已经被逼停在这里了，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一直耽误大家的行程，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张琳和李正民越是激动，吴队长眼底的狐疑就越重。他不顾张琳和李正民的劝说，当场打电话让人调查起了他们俩的关系。很快，电话那头传来回复：吴队，李正民是张莲的亲生父亲。闻言，吴队长虽然有一丝惊讶，但还是不解地看向我。就算他们俩是父女关系又怎么样？这跟你所谓的男朋友消失一事有什么关系？你刚刚一直说的他们的计划，还有张琳想在医院要你的命，又是什么意思？见吴队长一口气问出了这么多问题，张琳和李正民明显更慌了，尤其是张琳，她脸色煞白。我知道了，吴队长，沈小姐肯定是在怪我跟我爸刚刚没有帮她做伪证，所以怀恨在心，故意想诬陷我跟我爸。对，刚刚飞机还没降落的时候，沈小姐就说我女儿跟她和她男朋友合照过，还说我夸过她男朋友，这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所以我们两个人都否认了。她肯定就是因为这件事一直在心里记恨着，所以连这么荒唐的栽赃陷害都说出来了。不信的话，你可以问现场乘客。没错，事实确实就像他们说的那样，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张小姐一直在忙着招呼乘客，根本就没跟她合照过。至于李先生夸她男朋友的事，就更荒唐了。我们所有人都没有看到过她男朋友，李先生怎么会夸她？你可千万别信这个精神病的话。见到所有人都一边倒的为张琳和李正民说话，吴队长陷入了深思。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他们所有人都跟张琳父女是一伙的，今天演这么一出戏，就是想要用我的命救张琳。话音落下，现场所有人都呆住了，吴队长更是瞳孔骤缩，一脸凝重。你这话什么意思？你说清楚。张琳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这么多年一直在调理静养，可是现在她的心脏快扛不住了，需要尽快进行心脏移植，而我的心脏恰好与她匹配。他们父女伙同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乘客自导自演了这场大戏，就是为了让我分不清虚实真假，让我被误认为是精神失常，然后顺理成章关进精神病院，在那里我的心脏就能任他们摘取。你还真是越说越离谱了，你怎么不说全天下的人都在骗你呢？我看你不仅有臆想症，还有严重的被害妄想症。既然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那你敢让人好好检查一下你的心脏吗？张琳的身体猛地一颤，瞬间不敢回话。见到他这反应，吴队长眼里闪过一抹了然。那这跟你男朋友消失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毕竟他跟我恋爱3年就是为了张琳。为了张琳，这什么意思？你刚刚不是说你男朋友很爱你吗？原本我也以为他很爱我，可是直到今天我才反应过来，我只不过是他为张琳挑选的药材而已。恋爱3年，他无微不至的照
照顾我，就是为了让我彻底信任他，爱到不能失去他。然后在张琳需要心脏的时候，带我踏上这趟注定有去无回的航班。紧接着，他就会像今天这样，利用自己的消失让我崩溃，让我被人当成精神病，让我被送进精神病院。而我一旦被关进精神病院，就再也出不来了。上一世，我就是因为周明泽的消失，在飞机上闹事，然后被送进精神病院，就连在精神病院都因为担心周明泽而抑郁寡欢，再加上他们会每天给我注射各种精神类的药剂，导致我精神恍惚，多梦多幻。所以当我在睡梦中被人摘取心脏时，还傻傻的以为自己是被精神病院里的病友给活活打死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周明泽配合张琳父女和整个飞机的乘客演的一场戏？对，他们早就统一口径了，所以无论周明泽在飞机上做了些什么，他们都会说没看到。可是不仅是飞机上的人没看到周明泽，就连你爸妈和你朋友都说没有周明泽这号人了。难道他们也都跟飞机上的人串通好了，要一起害死你？当然不是，我之前就说了，我爸妈和我朋友他们说的都是实话。我的照片和朋友圈确实发出去了，但他们也确实没看到那些内容。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问题出在我的手机上。其实我的手机早在今天出门前就被周明泽给调包了。他是个非常厉害的黑客，早就通过对我的了解，用一个自制的模拟器一一复刻了我的手机内容以及一个虚假的微信。他将那部提前准备好的假手机早早放进了我的口袋，所以登机前我虽然拍了很多照片发朋友圈，也跟我爸妈发了消息，但其实我只是发在了周明泽制作的模拟器里，回复和评论我的都是模拟器里的机器人，而我真实的朋友和父母压根就没看到过我的朋友圈和照片。恋爱3年，周明泽一直表现得非常内敛，说自己不敢见我的朋友和家长，他一直叮嘱我让我低调点，别跟别人提起他害羞。所以除了今天我要带他见家长之外，我确确实实没跟我朋友和我爸妈提及过他，偏偏今天提及了，却又是在假的手机上。这就是为什么我爸妈和我朋友都一口咬定我没有谈恋爱的原因。如果这一切都是一场戏的话，那周明泽现在在哪？为什么我们刚刚搜查了整个飞机都没看到他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在万米高空里突然消失？他当然没消失，此刻他就在我们人群之中。说完，我目光如鹰隼般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然后直接走向站在驾驶舱门口的机长。我说的对吗？周明泽。闻言，周明泽脸色猛地一变，诧异的与我对视着，四目相对几秒后，他摘下脸上的人皮面具，神色复杂的看着我。婉宁，你比我想象中的更聪明。案件至此真相大白。通过调查，吴队长发现这架飞机上的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周明泽负责寻找猎物，李正民负责手术，其他人则负责打配合。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坑骗了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最后所有相关人员被依法严惩，而张琳则因病情恶化，在案件审理期间去世。我因为这件事接受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那段被精心设计的虚假爱情成了我心中一道深刻的伤疤，但我也庆幸自己逃过了一劫，并将那些恶魔送上了审判台。生活还是要继续，我换了城市，换了工作，努力淡忘那3年刻骨铭心却又满是谎言的爱情。偶尔在深夜惊醒，我还是会想起飞机上那一刻的绝望和恐惧，但我知道噩梦已经过去，阳光终会照进现实。